又一个几十亿的弊案上了新闻，我们心里可能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总是事后才抓到人？我们的监督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弊案爆发，媒体追查，检调介入，然后是漫长的司法程序。但伤害已经造成，被掏空的钱也很难完全追回。如果这一切能在发生前就被拦截呢？如果有一个 AI 驱动的政府审查系统，从不休息，不受关说，没有偏见，可以堵住现行制度的漏洞，让贪腐无所遁形吗？在这部影片中，你将学到一套评估政府监督能力的具体框架，并带走3个可以用来衡量一切系统透明度的思维工具。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探讨。一个由演算法驱动的反贪腐系统，我们可以将它的核心能力拆解为3个关键点。第一点，建立上帝视角，让利益冲突无所遁形。AI 反贪腐的第一个核心能力，就是打破各部门之间的资讯孤岛，建立一个全景式的上帝视角，在利益输送发生的第一时间就拉响警报。我们来看一个真实案例，国策顾问涉入的100亿军服采购弊案。这个案子的人为失灵点在哪？在于延迟发现。国防采购案的一位评选委员，竟然在得标厂商确定后，被聘为这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明显违反了政府采购法中利益回避的基本精神，但却是透过媒体爆料才被揭露，内部的监督机制完全失灵。现在我们来看 AI 系统如何介入。报告中描述了一个即时利益冲突引擎 Real-Time COI Engine， 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资料库即时交叉比对，在投标结果公布的那一秒及数年后， AI 系统会自动将得标厂商的董事、监察人、大股东名单与该标案所有评选委员以及他们二亲等内亲属的资料库进行即时比对，自动触发红色警报。一旦发现任何符合法律定义的利益冲突，比如评委成了得标商的独董，系统会立刻生成一个不可覆盖的红色警报，并自动冻结采购合约的签署程序，直到冲突解决。这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 0.1秒，而且完全不受人情或政治压力的影响。这套机制将彻底改变过去依赖事后检举的被动模式，在利益冲突萌芽的瞬间就自动触发警报，从根本上杜绝先上车后补票的可能。这提供了一个监督系统是否有效的第一个标准：反应速度。第二点，打造数位分身，在投资亏损前预测诈欺。AI 的第二个杀手锏是从事后抓贼进化到事前预警。它能为一家申请政府补助或投资的企业建立一个客观的数位分身，用来戳破美化的财报谎言。这方面最惨痛的案例就是如新暗坑杀国发基金。人为系统的失灵点在于轻信书面资料。国家发展基金，也就是我们的纳税钱，仅仅依赖如新公司提出的增资计划和财报，就投入了将近15亿，最终惨亏超过11亿。这暴露出政府在进行重大投资时缺乏独立的、深入的尽职调查能力。AI 系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报告中设想了一个预测性金融诈欺侦测器 Predictive Financial Fraud Detector。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建立企业数位分身 ，AI 不会只看企业自己交上来的财报，它会整合多维度的外部数据，像是海关的进出口记录、供应链的物流资讯、工厂的用电量，甚至是厂区停车场的卫星影像，来建立一个该公司真实营运状况的数位分身。即时偏差分析，系统会持续比对这家公司的官方财报和它的数位分身所预测的营运数据。如果出现重大且无法解释的偏差，例如财报说营收暴增 50%， 但海关出口数据和工厂用电量却持平甚至下降，系统就会立刻判定为高度财务诈欺风险，并建议冻结投资审议，启动深度查核。在 AI 眼中，数据不会说谎。如果营收真的暴增，那工厂的灯就应该更亮，货车就应该进出的更频繁。这套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赋予你一种独立验证的能力。如何不再只听信对方的一面之词，而是透过多维度数据交叉比对，建立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判断模型。这种数位分身的思维不仅适用于政府投资，也适用于你评估任何一项合作或个人的重大财务决策。这是衡量监督系统有效性的第二个标准：独立性。第三点，刻下数位烙印，让所有责任无可推诿。AI 反贪腐的第3根支柱是利用类似区块链的技术，打造一个无法被篡改的责任链条，让每一个决策、每一次修改都留下永久的数位烙印。这点在台盐绿能光电弊案中能看得特别清楚。这个案子的人为失灵点是利用复杂流程来进行暗箱操作。
犯罪者利用了光电暗场开发审批流程的复杂和资讯不透明，在关键时刻抽换文件，上下其手，规避审查，最终掏空公司资产。AI 系统下的多层次专案监控器将如何运作？审批流程数位化追踪，所有光电暗场的申请文件、会议记录、审批意见全部数位化，并盖上不可磨灭的时间戳。AI 会及时标记任何不合常规的程序变动，比如在某个重要会议之后才抽换了关键的申请文件，这会立刻触发警报。不可变的决策记录，这些记录将被存放在一个无法被单方面篡改的分散式账本上。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决定，批准了什么文件，一清二楚，永久可查。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事后掩盖或推诿责任的可能。透过这个机制，当每一个决策、每一次文件修改都有清晰、可追溯、不可篡改的数位轨迹时，推诿卸责和私下官说的空间将被极限压缩。这将赋予你一个评估任何系统是否透明、可信的具体标准。这是第三个标准，可追溯性。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必须保持冷静。AI 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它有其根本的极限。首先是垃圾进、垃圾出的困境。AI 的分析完全依赖数据品质，如果数据从源头就被伪造， AI 也会被欺骗。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规则与正义的两难。AI 只能执行写好的规则，但无法判断规则本身是否公平。例如，近期台湾的国会职权修法争议，这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与宪政问题，涉及权力分立的不同理念。这不是 AI 能用合规或不合规来判断的。AI 可以是最高效的执法者，但它不能也不应成为立法者。最终，治理的责任必须由人类来承担。AI 的最佳定位是辅助、监督和强化民主程序的强大工具，而非取代人类的主宰者。你今天带走的是3个具体可用来评估治理能力的监督思维。第一，用上帝视角的即时数据整合来追求监督的反应速度。第二，用数位分身的预测模型来建立决策的独立性。第三，用不可变日志的流程追踪来确保系统的可追溯性。而这也正是台湾与中国发展 AI 治理最根本的分岔口。在中国的模式中， AI 实力被定义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它的目标是透过天网和社会信用体系，让公民对国家更加顺从和负责。但在台湾这样的民主政体，真正的 AI 实力必须被重新定义。它应该是强化民主制度的力量。它的目标应该要利用 AI 的透明与审查能力，让政府对公民更加负责、更加廉洁、更加值得信赖。这才是 AI 立即国力这句口号对我们真正的意义。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建立你的思维体系。我们下部影片见。